中国研制203毫米炮弹，让美国感到担心。21世纪的战争真的是炮战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彦少。当前的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一场以炮战为主要表现特点的战争，或者说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火炮原来就被称之为战争之神，在这场战争中负责杀伤人员、摧毁建筑，甚至还能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当代火炮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原因是在大规模战争中，火炮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中国军队原来就被网友戏称有火力不足恐惧症，还拥有世界第一的远程火箭炮。当然，对深管火炮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理解。近日，美国防务1号网站发表马修和彼得辛格的文章称，中国军队将很快试验一种203毫米的深管火炮，这要比155毫米火炮的个头要大得多。203毫米火炮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过，现在只有俄罗斯的 2S7 在大规模服役。虽然许多国家的军队在20世纪上半叶都部署过203毫米火炮，但大多数军队已经逐步淘汰了它们，转而使用155毫米火炮。今天仍在大规模使用的203毫米火炮是俄罗斯的 2S7 自行榴弹炮，美国的 M110 自行榴弹炮已经被美军淘汰，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服役。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203毫米火炮，并且聘请了加拿大的工程师进行了设计。W90 火炮系统就是其后续型号，但是并没有大规模列装。中国最新试验的203毫米火炮要以每秒约920米的速度发射85公斤重的弹丸，而在标书中要求能够记录弹丸的穿透能力，说明其主要目标是摧毁地下的战略目标或者是加工目标。但是美国专家对中国战略支援部队推动该项目而不是陆军推动感到不理解，他们认为新研制的203毫米炮弹可能另有用途，因为中国战略支援部队与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的机构密切相关。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对大口径火炮的新兴趣可能是总结了乌克兰战争教训的结果。只有巨型火炮在拆楼过程中才能发挥核心作用。203毫米火炮在现代战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清除大片领土、打击战略目标、夷平城市的抵抗中心等等。中国许多网友可能会问，中国研制203毫米火炮真的能够适应未来战争吗？因为一款武器不能只看优点，这种大口径的火炮同样有缺点，即炮弹较重，射速较低，而且呢整体笨重，难以移动，机动起来会比较困难。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研制203毫米火炮到底还能干什么？一种说法是为了在武统时用于拆楼，这个在需求上的确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但是考虑到203毫米火炮的机动能力以及大概只有70到80公里左右的射程，也很难适应台海的作战环境。第二种说法是，中国需要一款203毫米火炮来弥补155毫米火炮与远程火箭弹之间的空白。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中国多种不同口径的远程火箭炮的射程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空白，即使存在空白，也完全可以用一种新的远程火箭炮来填补。那么如果中国的确需要一款大口径的火炮，其唯一的解释就是为炮弹装上吸气式的发动机，让这种火炮变成一种射程能够超过几百公里，甚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廉价远程打击武器。美国此前就曾经提出过要研制一款射程将近1600公里的超级大炮，关键是其炮弹使用了吸气式的冲压发动机。当然，美国陆军的这个廉价远程打击平台最终还是下马了，因为成本太高，技术难度太大。而如果中国继续研制203毫米火炮，其口径又不够大，
装上发动机之后，其爆炸威力就会减弱，无法达到战略火炮的级别。所以，中国目前发展203毫米火炮，更大的可能是研究炮弹所用的冲压发动机技术。既然是验证，那可能就没有实战价值，主要用于技术验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有了成熟的炮弹冲压发动机技术，今后再发展出3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那么其射程就能够达到1000多公里。就算1分钟一发，也远比巡航导弹要来得便宜。21世纪的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是否体现在炮弹上，目前还有争议。但是如果为大口径炮弹装上了发动机，让其射程能够打出几百上千公里，那么这样的武器真的就太香了。美国人走不通的路，由中国军工人来走，说不定就能走通，这个真的可以有。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